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这期视频我想与大家分享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被认为是沉默的隐形杀手，是因为它一般没有什么症状，许多人在轻微的外伤后引起骨折，才意识到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折引起的活动障碍可能是长期的，有的人因为骨折难以愈合，长期卧床，引起肌肉萎缩，引发静脉血栓、肺感染，从而危及生命。有些年长者身高变矮了，背驼了，腰弯了，认为这是老化的自然过程，经过骨密度 X 光检查，才发现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我大约在60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停经后体重长期下降，做了骨密度 X 光检查，当时发现骨密度降低，也认为都这个年龄了，骨密度降低是情有可原的。医生让我注意晒太阳，每天补充维生素 D 和钙片，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但是我只是泛泛理解了，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如何补钙，如何加强锻炼，结果也没有加强负重运动。补的是碳酸钙，碳酸钙需要在酸性好的环境下才能吸收，但我因为患有胃酸反流，长期服用抗酸药，补钙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几年后我退休了，退休前做了体检，也做了骨密度 X 光检查，发现我达标了， T スコア小于负 2.5， 步入了骨质疏松症。这是使我最后悔的事。我自以为我做护士工作，上班不停地走动，有时还要搬病人，甚至搬几百磅重的病人，推担架，加上每周我还做2到3次大约30分钟在走步机上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骨密度降低还这么快，发展成骨质疏松症。后来我看了专科医生，在美国看骨质疏松症的专科医生一般为内分泌科专科医生或者是风湿科的专科医生。给我治病的是位女医生，她也是亚洲人，和我的体型差不多，年龄只相差几岁，但是她不管上班怎么忙，都要坚持每周3到4次大约半个小时的负重运动，她的骨密度能维持正常。她对我说，有条件的话应该有专业人士指导，这是对自己身体最好的投资。现在我理解的。骨质疏松是一种使骨骼变得脆弱的疾病，使骨骼更容易骨折，尤其是在脊柱、髋部和手腕部，会导致慢性疼痛、残疾、丧失独立性，严重时会出现各种致命的并发症。那么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原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骨骼不停地分解和重建，大约在30岁左右就到了骨峰值。所以如果我们在30岁左右没有充足的骨量储备，在以后的日子里就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骨的重建，对抗骨的分解，不然的话骨质疏松就会悄悄的到来。影响我们骨量流失的主要风险是年龄的老化，尤其是50岁以上，更年期后激素水平的急剧下降，特别是女性。再就是家族史，亚洲人多见，尤其是体型较小的群体，还有缺乏锻炼，尤其是负重运动，还有营养不足，尤其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低，吸烟和过量饮酒，还有某些疾病和药物，例如激素和抗酸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主要会加快骨质的流失，减慢骨质的生成。现在我知道了，骨质疏松症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衰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提早预防。我想很多朋友
都会像我一样，在30岁之前没有注意增加骨量的储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从饮食和运动改善生活方式着手，积极的预防骨质疏松症。首先在饮食上，确保摄入足够的钙。钙主要的来源是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芝麻、坚果等等。钙通过小肠，主要是十二指肠吸收进入血液。这个吸收的过程依赖于维生素 D 的帮助。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日光的照射。晒太阳的最佳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但根据各个地区和季节会有所不同。另外还要注意在食物上保证足够的维生素 K2。 如果缺乏维生素 K2， 钙就不能被骨骼吸收用于照顾，而钙可能会沉着在软组织如血管壁，而导致动脉的钙化。所以建议多吃含维生素 K2 多的食物，例如纳豆、奶酪、蛋黄、可菲尔等等。我们还要注意加强负重运动。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可以是散步或持重快步走，也可以是深蹲或持重深蹲等等。因为负重运动可以通过骨骼承受的机械压力刺激成骨细胞的活跃，从而促进新骨的生成和矿物质的沉积。负重运动还能触发骨骼的重建过程，有助于加强骨密度，特别是在髋骨、脊柱和腿部等负重较大的部位。再就是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这些都会削弱我们的骨骼。还要注意定期的检查，特别是有骨质疏松高危因素的朋友，要及早的咨询您的医生，做骨密度的 X 光扫描，可以帮助及时发现骨质疏松症，并加以及时的治疗。关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需要听从您的医生的指导，必要时口服抗骨质疏松药。有些药物是可以减缓骨质的流失，有些药物可以帮助骨质的重建。必要时在医生的指导下，还需要添加钙片和维生素 D。 一般来说，补钙的量一次不要大于500毫克，以便吸收。如果正在服用抗酸药的朋友呢，需要注意用柠檬酸钙，因为柠檬酸钙呢不会受酸性环境的影响，以便更好的吸收。要多晒太阳，加强负重运动是必须的。药物、饮食和运动的结合，可以显著降低骨折的风险。总而言之，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通过改善饮食、注意晒太阳、加强负重运动和定期检查，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并在年老时保持健康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共同管理好我们的骨骼健康，并传播这一消息：骨质疏松症不是我们中老年人必须接受的衰老的一部分。那好，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订阅的时候，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